大家好，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外掛叫做 Note Annotations， 它主要就是能夠協助我們在筆記增加筆記的注釋。當我們在看筆記的時候，可能會需要畫重點，在畫重點的時候就可以將它輸入一段解說文字，這樣子可以方便我們日後再來回頭複習這個筆記的時候，就能看到當初所記錄下來的一些閱讀的重點。我來操作一遍給大家看。首先我們先進入注釋的狀態，因此點擊 Ctrl P， 再輸入 Annotation。這邊就有切換高亮模式的命令，點擊這一個，讓我們進入高亮的模式。在狀態欄就可以看到，它現在 mode 已經是 true 了，表示我已經在注釋的模式裡面了。那這個時候，只要我們選取的任何一段文字，它自動就會變成是一個注釋區。比如說，我在這邊針對這個文獻筆記，把它選取起來，接着它就會彈出一個小視窗，這個視窗就是它的注釋的操作區域。在這邊就可以給它選擇一個顏色，比如說我把它選成是綠色。然後如果把游標再移回這個注釋區，再點擊一下，在這個地方就可以按最右邊的圖示，它就可以讓我們輸入這個注釋的內容，比如說就是 lecture notes， 然後你就可以繼續做一些說明，没有問題以後呢，就可以把它給關閉。那將來當我們把游標再移回這個區域的時候，它在右邊就會出現，剛剛似乎沒有存起來。要按下 Enter， 這個時候再點擊它，就可以看到原來的這個內容了。當我們游標移過來的時候，也會顯示出剛剛輸入的注釋的內容。這個就是 Note Annotations 它的基本功能。現在進入一下原始碼模式，看一下到底是怎麼來協助我們把這個注釋的文字給儲存起來的。它其實是把剛剛標示的文字變成了 mark 的區域，它在後面用 HTML 的注解格式，就是小於驚嘆號、減號、減號，最後再用減號、減號大於結尾。這個標籤不會在看網頁的時候出現，但是它這一段文字事實上是儲存在筆記裡面的，因此當這個筆記拷貝到別的地方，這個注釋文字一樣會儲存在這一個筆記裡面，它不是放在另外一個檔案裡面。因此這個注釋的內容其實就是你筆記本身的一部分，那因此我們不必擔心注釋的內容有消失不見的狀況。現在來看一下它的整個設定，先進入設定，然後接着再到社群外掛裡面找到它，我輸入 Annotation， 接着進入選項，在這個地方它有 Expand Selection， 看你是不是要啟用，這個可能在英文模式會比較有用。如果選取的內容是 Expand 的開頭的 EXP 這3個字，我如果有啟用了這個選項，到時候在注釋的時候，它會自動把 Expand 整個字選取起來，也就是我只要選取部分的文字，它會自動擴展成是一整個單字。那如果你需要這個功能，你就記得把它給啟用起來。那後面這個 highlighting color 呢，就是設定你要使用的顏色。在這個地方，就如果你使用的是暗的主題的話，最好就是要多設一些比較偏暗的顏色。如果你是使用淺色的布景主題的話，就可能要選擇淺一點的顏色哈，因為它是背景顏色。這樣設定好以後，我們就可以來直接使用 Note Annotations 的功能了。我們可以設定一個熱鍵，它會有一個 Highlight Selection 的這個命令，可以指派一個熱鍵給它，即使不是在 Highlight Mode， 它一樣可以透過熱鍵來直接執行這一個注釋的功能。就可以看到這個注釋的小視窗，最左邊可以把目前的注釋給移除掉，右邊的第一個功能呢是可以把選取的內容給直接複製到剪貼簿，第二個功能是把剛剛選取起來的文字變成一個新的筆記。比如說我這邊點擊一下，它會把剛剛的內容直接就產生出一個新的筆記。最右邊的這個就是進入輸入注釋文字的內容，輸入完以後，我們記得按下 Enter 把它儲存起來。將來再點擊它的時候，可以看到它這個注釋就會儲存起來了。它的操作其實就是這麼簡單，但是它對於我們在閱讀筆記的時候是能夠帶來一些幫助的，因為將來在做複習的時候，就可以直接來看這些畫了重點的區域，對快速了解原來筆記自己先前的一些想法，可以很快的再重新截取回來。今天為各位介紹的就是這一個添加筆記注釋的 Note Annotations， 希望對於各位在操作 Obsidian 的時候能夠帶來一些幫助。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內容對於你在使用 Obsidian 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也可以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錄製以後的教學影片。今天介紹到這邊，謝謝各位。